千亿女总裁夏婉晴在订婚宴上当众悔婚，将我视作烂泥，毫不留情地把我踢出局。我隐匿身家，过着养花做饭的咸鱼生活。直到5年后的一天，好兄弟出差，把4岁半的闺女扔给我代管。我随手拍了张照片发朋友圈，喜当爹。这闺女我能直接入户口吗？仅1分钟后，与我再无半分瓜葛的前任竟疯狂发来信息。我叫傅斯年，是个穿越者，上辈子卷生卷死，30多岁猝死在办公桌上，一睁眼就穿成了这个世界同名同姓的富二代。原主是个情种，为了个女人要死要活，结果被伤透了心，酒精中毒一命迷糊，便宜了我。我接收了原主的一切，包括他那富可敌国的家产，以及一颗被伤透后只想躺平的心。于是我果断辞去了家族集团里挂名的副总职位，遣散了身边所有莺莺燕燕，过上了退休老干部般的生活，每天健身，研究美食，捣鼓自酿的米酒，日子过得那叫一个舒坦。唯一打破我平静生活的，就是我那发小好兄弟贺少轩。思年哥，救命啊！我明天要去国外谈个大项目，最少1个月，你嫂子也跟着去，冉冉没人带了。我捏着刚从酒窖里取出的青梅酒，抿了一口，懒洋洋地说：“送去你爸妈那儿。”我爸妈去环球旅行了，下个月才回来。思年哥，全天下我只能靠你了。冉冉又乖又听话，绝对不给你添麻烦。我呵呵一笑，4岁半的娃能有多乖？但我还是答应了。没办法，原主留下的烂摊子里，唯一对我好的也就贺少轩这个铁哥们儿。第2天一早，贺少轩和他老婆就把丫头送了过来，长得那叫一个精致，皮肤白得发光，大眼睛黑葡萄似的，长长的睫毛像2把小刷子。他仰着小脸看了我一眼，奶声奶气的开口：“傅叔叔好，我叫贺欣冉，未来1个月请多指教。”那小大人似的语气把我逗乐了。贺少轩夫妇俩1步3回头的走了，我看着眼前这个还没我腿高的小不点，第一次感觉到了头大。好在冉冉确实如贺少轩所说很乖，不哭不闹，自己看书，自己玩拼图，甚至在我做饭的时候还能搬个小板凳坐在厨房门口，条理清晰的告诉我：“傅叔叔，根据热力学第2定律，你这样持续大火翻炒会导致牛肉纤维过度收缩，口感变柴。”我看着锅里那盘青椒牛肉丝，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这娃真是贺少轩亲生的。为了记录这神奇的一刻，我拿出手机，对着坐在沙发上小腿一晃一晃聚精会神看书的冉冉拍了张照片。阳光从落地窗洒进来，给他镀上了一层金边，那画面美好的不像话。我随手发了个朋友圈，喜当爹，这闺女我能直接入户口吗？发完我就去厨房准备晚饭了，8大菜系我样样精通。今天准备给小丫头露一手，做个佛跳墙。刚把鲍鱼处理好，手机就疯狂震动起来。我擦了擦手，拿起来一看，全是点赞和评论。我笑着一一回复。贺少轩说：“走开，那是我闺女。”狐朋狗友 A 问：“思年哥，你啥时候有这么大闺女了？瞒得够深啊。”狐朋狗友 B 说：“我天，这小仙女是谁？”就在这时，一条短信突兀的弹了出来。来自一个没有备注，但那串数字我到死都忘不掉的号码。夏婉晴，那个我穿越过来之前，原主爱得死去活来，却把她当垃圾一样丢掉的女人。我的前未婚妻，如今执掌夏氏集团，身价1000亿的冰山女总裁。短信内容很简单，傅斯年3个字3个问号，透着屏幕都能感觉到那股子质问和不敢置信。我愣住了，5年了，整整5年，他没联系过我一次，怎么会突然给我发短信？我划开屏幕，点开那条短信，指尖悬在屏幕上，却不知道该回什么。还没等我组织好语言，第2条短信又来了，这一次连客套的称呼都没了，语气里的急切和命令感扑面而来。我眉头一皱，一股无名火从心底窜起，他凭什么用这种语气质问我？我们早就没关系了。我冷笑一声，直接把手机调成静音，扔到了一边，管他是谁。天大地大，给我家小冉冉做饭最大。佛跳墙的香味很快在别墅里弥漫开来。冉冉抽了抽小鼻子，从书里抬起头，大眼睛亮晶晶地看着我。傅叔叔，好香啊！我得意地扬了扬下巴。一顿饭，小丫头吃得肚皮滚圆，心满意足地被我抱去洗澡睡觉。等我把一切都收拾妥当，重新拿起手机时，才发现上面有20多个未接来电，全是夏婉晴的。我嗤笑一声，正准备把她号码拖进黑名单，一条新的短信又进来了。开门，我一愣，走到玄关，通过可视门铃往外一看，别墅的雕花铁门外，一辆黑色的宾利幕上静静地停着。车门打开，即使隔着屏幕，那股子生人勿近的冰冷气场也丝毫不减。不是夏婉晴又是谁？她还真找上门来了。我扯了扯嘴角，这女人还是和以前一样霸道专制，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我没开门，而是直接按下了通话键，声音冷得掉渣。夏总，深夜造访，有何贵干？我们之间应该没什么好谈的了。傅斯年，我再说一遍，开门！夏婉晴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带着一丝压抑的怒火和不易察觉的颤抖。别逼我让人把这扇门拆了。我被他气笑了。5年不见，他这脾气还是一点没变。
夏总好大的威风，不过我这门是意大利定制的，拆了你大概要赔8位数。你要是不心疼钱，就尽管拆。我靠在墙上，慢悠悠地说道。电话那头传来他急促的呼吸声，我能想象到他此刻的表情，一定是气得脸色发白，却又拿我无可奈何，这种感觉真爽。想当年，原主在他面前卑微到了尘埃里，他是顾家的独子，天之骄子，却为了夏婉晴甘愿洗手做羹汤，放弃事业，只为博他一笑。可夏婉晴是怎么对他？他看不起他，觉得他没用，是个只知道依附家族的废物。他们的订婚宴上，他当着所有宾客的面，毫不留情的悔婚，将原主的尊严踩在脚下。傅斯年，你配不上我。我夏婉晴的丈夫，必须是能与我并肩，站在世界之巅的王者。这是他当时的原话，每一个字都像一把刀插在原主的心上。从那以后，原主就彻底废了，终日酗酒，最后把自己喝死了。我穿越过来后，继承了原主的身体和记忆，自然也继承了那份深入骨髓的恨意。但我没想过去报复，因为对夏婉晴这种女人来说，最好的报复就是让她彻底从我的世界里消失。所以我选择了躺平，我把家族企业全权交给了职业经理人，自己只负责看财报和分红。我享受生活、健身、美食、美酒，我活成了夏婉晴最看不起的样子。但我活得比谁都快乐，而她呢？她成功了，成了商界女王，成了无数人仰望的存在。可那又怎么样？她的人生除了工作还剩下什么？想到这里，我心里的那点火气也消了，跟一个可怜人置气没意思。夏总，你要是喜欢站岗，就继续站着吧。说完，我直接挂了电话。门外，夏婉晴看着被挂断的电话，精致的脸上满是错愕。傅斯年，他怎么敢？怎么敢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怎么敢挂我的电话？5年了，我以为他早就该在某个角落里彻底落魄消失了。可今天，他不仅活得好好的，甚至还有了一个孩子。一想到那张朋友圈的照片，那孩子精致的眉眼，像极了……不可能！夏婉晴死死咬住下唇，指甲深深陷进掌心。她拿出手机，再次拨通了那个号码，无人接听。他把我拉黑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恐慌和愤怒席卷了夏婉晴，她盯着那扇紧闭的铁门，眼睛里几乎要喷出火来。给我查傅斯年这5年都干了什么，还有那个孩子，我要知道他的一切。他对着电话那头的助理几乎是嘶吼着下达了命令，而此时的我已经舒舒服服地躺在了床上。至于门外的那个女人，关我什么事？一夜好梦。第二天一早，我是被一阵叮叮当当的声音吵醒。我睁开眼，看到冉冉正踩着小板凳在我的开放式厨房里忙活。她穿着我的一件旧 T 恤，袖子挽得高高的，露出一截白藕似的小胳膊，正费力地用打蛋器搅着碗里的鸡蛋。冉冉，你干嘛呢？吓了一跳，赶紧下床。冉冉听到我的声音，回过头冲我甜甜一笑。傅叔叔，早上好！我看你没起，就想给你做个爱心早餐。他指了指旁边已经烤好的吐司和热好的牛奶。我看着他额头上渗出的细汗和那双沾了面粉的小手，心里一暖。我们冉冉真棒。我走过去把他抱了下来。不过厨房危险，以后不许一个人进来，知道吗？知道啦。冉冉乖巧的点点头，我亲了她额头一下，然后开始接手她留下的烂摊子。一顿温馨的早餐过后，我准备带冉冉去附近的公园玩。刚打开门，就看到门口站着2个穿着黑西装、戴着墨镜的保镖，以及站在保镖身后的夏婉晴。她换了一身白色的香奈儿套装，脸上画着精致的妆容，但依旧掩盖不住眼下的青黑。看来她昨晚是一夜没睡。傅斯年。他看到我，眼神复杂的开口，我懒得理他，牵着冉冉的手就要往外走。站住！夏婉晴厉声喝道，她的目光死死地锁在冉冉的脸上。冉冉被他吓了一跳，下意识地往我身后躲了躲，只露出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好奇地看着他。就是这一眼，让夏婉晴浑身一震，那双眼睛太像了，和他记忆深处的那个人几乎一模一样。他的呼吸瞬间变得急促起来，胸口剧烈地起伏着。他是谁？夏婉晴的声音都在发抖，我把冉冉护在身后，冷冷地看着他。夏总，这是我的私事，好像和你没关系吧？夏婉晴上前一步，想要抓住我的胳膊，却被我侧身躲开。她扑了个空，踉跄了一下，脸上闪过一丝难堪。告诉我，他到底是谁？他几岁了？生日是什么时候？他几乎是语无伦次地问道。看着他这副失控的样子，我心里突然升起一个荒唐的念头：他不会以为冉冉是他的孩子吧？这也太可笑了！当年他那么决绝地离开，连多看原主一眼都觉得恶心，怎么可能会怀上原主的孩子？就算怀上了，以他的性格，也绝对会毫不犹豫地打掉。夏总，你是不是最近工作太累，出现幻觉了？我嘲讽地勾起嘴角，夏婉晴被我的话噎得说不出话了，一张脸涨得通红。就在这时，我身后的冉冉突然探出小脑袋，看着夏婉晴。阿姨，你认识我爸爸吗？夏婉晴的瞳孔猛地一缩。爸爸，
夏婉晴的心就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揪住，疼得她几乎无法呼吸。你爸爸。夏婉晴的目光像是淬了冰，直直地射向我。傅斯年，你什么时候结的婚？我结不结婚跟他有1毛钱关系吗？夏总，你管的是不是太宽了？我彻底没了耐心，拉着冉冉的手转身就走。好狗不挡道，麻烦让让。傅斯年，你给我站住！他上前一步，死死地拽住了我的胳膊，他的力气很大，指甲掐得我生疼。我眉头一皱，正要发作，怀里的冉冉却突然挣脱我的手，一头撞在夏婉晴的腿上。不许你欺负我叔叔！小丫头张开双臂，像个护崽的老母鸡挡在我面前。夏婉晴被她撞得后退了一步，低头看着这个还没她膝盖高的小不点，眼神复杂到了极点，有震惊，有愤怒，还有一丝连她自己都未曾察觉的茫然。我看着眼前这一幕，心里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冉冉乖，叔叔没事。我蹲下身，把冉冉抱进怀里。看到了吗？我的人轮不到你来欺负。现在，请你立刻从我家门口消失，否则我就报警了。夏婉晴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傅斯年，你拿什么报警？告我骚扰吗？你别忘了，我们曾经什么都不是，夏总。5年前你就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了，我们之间早就一刀两断，我的人生，我的生活都与你无关。你现在这副样子，只会让我觉得恶心。恶心。这2个字像2根针，狠狠地扎进了夏婉晴的心里。曾几何时，傅斯年看我的眼神总是充满了爱慕和痴迷，仿佛我是傅斯年的全世界。可现在，傅斯年的眼神里只剩下冰冷的厌恶。为什么？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一切都变了？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喉咙却像是被堵住了一样，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我不想再跟他纠缠下去，抱着冉冉绕过他，大步走向车库。傅叔叔，那个阿姨好奇怪哦。别理她，一个奇怪的女人而已。身后夏婉晴看着我决绝的背影和那个趴在我肩上冲她做了个鬼脸的小女孩，她缓缓地蹲下身，双手捂住脸，肩膀控制不住地颤抖起来。为什么心会这么痛？我带着冉冉在公园玩了一上午，小丫头精力旺盛，滑滑梯、荡秋千，玩得不亦乐乎。我的心情也好了不少。中午带她去了一家新开的私房菜馆，这家菜馆的主厨是我特意从苏州请来的，一手苏帮菜做得出神入化。一个穿着白色连衣裙、气质温婉的女孩看到我，脸上露出一丝惊喜。傅先生，您怎么来了？我笑了笑。陈小姐，好巧，我带孩子出来玩，顺便尝尝你的手艺。女孩叫陈雅茹，是这家私房菜馆的老板兼主厨。她是我在一次美食鉴赏会上认识的。她身上有种很干净的气质，笑起来有2个浅浅的梨窝，很甜。我对她印象不错，一来二去也算是朋友。这是您的女儿吗？好可爱。朋友家的孩子，暂时放我这儿养几天。陈雅茹的目光落在冉冉身上，眼神里充满了喜爱。姐姐好。冉冉很有礼貌地冲她鞠了一躬。陈雅茹被她逗笑了，蹲下身捏了捏她的小脸。你好呀，小美女。不知道为什么，冉冉对陈雅茹似乎有种天然的亲近感，主动拉住了她的手。冉冉吃的小嘴流油。雅茹姐姐，你做的菜比傅叔叔做的好吃100倍。这喜当爹的地位瞬间不保。吃完饭，陈雅茹说什么也不肯收钱。傅先生，以后常带冉冉来玩，我喜欢她。她笑着说，脸颊微红。我看着她明媚的笑脸，心里一动，或许结束退休生活，开始一段新的感情，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就在我浮想联翩的时候，手机又响，这次是个陌生号码。我皱了皱眉，接了起来。傅先生您好，我是夏总的周连哲，夏总想跟您谈谈关于冉冉小姐的抚养权问题。我愣住了，什么抚养权？你们是不是搞错了？冉冉是我朋友的孩子，跟你们夏总没有半点关系。傅先生，我们已经查清楚了。严正的语气依旧平静，但说出的话却像一颗炸雷，在我耳边炸响。5年前，夏总确实怀过您的孩子，但是因为一些误会，他并不知道，直到最近，他才从当年的主治医生那里得知真相。我们根据您朋友照片对冉冉高龄又外貌特征进行了初步比对，有90%的把握，他就是夏总当年流产的那个孩子。什么？夏婉晴当年怀了我的孩子？原主的记忆里根本没有这段。你把话说清楚。傅先生，具体情况我想还是由夏总亲自跟您解释比较好。他现在就在您家门口等您。严正说完就挂了电话，我站在原地久久无法回神。冉冉真的是我和夏婉晴的孩子？这怎么可能？我带着满腹的疑虑和震惊，开车回到了别墅。车子还没停稳，我就看到了那辆熟悉的宾利。傅斯年，我们谈谈。如果严哲说的是真的，那这个女人就是我女儿的亲生母亲。先进来吧。我把冉冉抱回她的房间，才重新回到客厅。夏婉晴局促地站在客厅中央。坐吧。我指了指沙发，她在沙发上坐下，双手紧紧地绞在一起。到底怎么回事？我给自己倒了杯水，开门见山地问。夏婉晴抬起头，嘴唇瘸动了几下，才艰难地开口：5年前我们分手后，我发现自己怀孕了。我的心猛地一沉，当时我很乱，我们夏家内部斗争很激烈。我刚刚接手公司，内忧外患，
如果被人知道我未婚先孕，我的地位……所以你就想打掉孩子？不，我没有，我只是想先瞒下来。我去了医院，想做个检查，但是他买通了医生，他一直视我为眼中下了药，对外声称我意外流产。我一直以为孩子已经没了，直到前几天，我无意中遇到了当年那个医生。他因为得了绝症，良心发现，才把真相告诉了我。他说，我继母当年并没有让他真的给我做流产手术，而是把刚出生的孩子送走了。傅斯年，冉冉，她就是我们的女儿，对不对？她的生日是不是5月20号？她是不是对芒果过敏？她的血型是不是 RH 阴性？冉冉的生日确实是5月20号，她也确实对芒果过敏。至于血型，我不知道，但是这一切也太巧。我拿出手机拨通了贺少轩的电话。喂，思年哥，啥事儿啊？我这正开会呢。贺少轩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心虚。贺少轩，我只问你一件事，冉冉到底是谁的孩子？思年哥，你都知道了。贺少轩，你可以啊！这么大的事儿，你瞒了我5年，你把我当什么了？哥，你听我解释，当年不是情况特殊吗？你跟夏婉晴刚分手，你天天醉生梦死。我要是告诉你，你当爹了，夏婉晴那个继母就是个蛇蝎毒妇。我要是把孩子交给你，她肯定不会放过你们父女俩的。所以我就自作主张，把冉冉接到我名下，当成我女儿养。我想着等风头过去了，等你自己走出来了，再把真相告诉你。那你现在怎么不说？我气得想砸手机。我这不是看你跟冉冉处的挺好，一时没想好怎么开口吗？贺少轩的声音越来越小，我挂了电话，感觉整个世界都颠倒。冉冉真的是我的女儿，我傅斯年有了一个亲生女儿。我看向夏婉晴，她的脸上已经满是泪水。傅斯年，你闭嘴！我冷冷地打断她。我现在心乱如麻，一点也不想看到这个女人。如果不是她，原主不会死；如果不是她，我和我的女儿不会骨肉分离5年。她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冉冉确实是我的女儿，但她和你没有任何关系。她是我的女儿，她也是我的女儿。你的女儿？我嗤笑一声，5年前你保护不了她，5年来你对她不闻不问，现在你凭什么说她是你的女儿？就凭你那几滴鳄鱼的眼泪吗？我没有，我不知道。如果我知道，我一定会去找她的。够了，夏婉晴，我告诉你，冉冉是我的底线，我不介意让这个世家消失。夏婉晴浑身一震，不敢置信地看着我，眼前的这个男人陌生的让她感到害怕。他不再是那个对她言听计从、满眼爱意的傅斯年了，他的眼神冰冷锐利，像一把能剖开人心的刀。尤其是刚才那句话，让夏氏集团消失。他凭什么？他不过是个被家族放弃的纨绔子弟而已。滚！在我改变主意之前，立刻从我家消失。夏婉晴失魂落魄地走了，我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客厅里，脑子里乱成一团浆糊。当爹了这个事实，我花了一整个晚上才勉强消化。第二天一早，我看着冉冉那张酷似我的小脸，心里涌起一股前所未有的柔软。这是我的女儿，我的血脉。从今天起，我不再是一个人。冉冉揉着眼睛，迷迷糊糊地叫了一声爸爸，我的心瞬间被击中了。我把她抱进怀里，声音都有些哽咽。爸爸在。爸爸，我饿了。好，爸爸给你做早餐。我的人生从这一天起彻底改变了，我不再是那个只想躺平的咸鱼，我成了一个父亲。我要给我的女儿全世界最好的生活。而夏婉晴显然没有把我的警告放在心上，她开始用各种方式试图接近冉冉。她让人送来了堆积如山的玩具、名牌童装，全被我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她亲自跑到冉冉的幼儿园门口，想偶遇她，结果被我提前安排的保镖拦在了100米之外。她甚至动用关系想给冉冉转到全京城最顶级的贵族幼儿园，结果被园长客客气气地拒绝。园长在电话里恭敬地说：傅先生，您的千金能来我们幼儿园是我们的荣幸。至于夏总那边，我们已经明确表示，冉冉小姐的一切事宜都只听从您一个人的安排。我挂了电话，冷笑一声：夏婉晴啊，夏婉晴，你以为有钱有势就可以为所欲为吗？太小看我了。你以为我这5年真的只是在躺平吗？我只是懒得争，懒得抢，但这不代表我没有那个能力。原主留下的可不仅仅是那点看得见的家产，还有一张盘根错节、深不可测的关系网。这张网足以让我在京城横着走。夏婉晴的那些小动作，在我眼里不过是小孩子过家家，但她3番2次的骚扰，还是让我感到了厌恶。尤其是她开始从我身边的人下手。陈雅茹的私房菜馆突然被消防和卫生部门轮番检查，勒令停业整顿。我用脚趾头想都知道是谁干的。我直接一个电话打给了夏婉晴，电话那头她的声音充满了委屈：夏婉晴，你长本事了，动不了我就开始动我身边的人了。傅斯年，我只是想见见冉冉，你为什么非要这么对我？你往陈雅茹的菜馆里放那些脏东西，
叫我对你。夏婉晴，你是不是觉得我真的不敢动你？我没有，我只是让他们去例行检查，我不知道会这样。是不是你做的？你心里清楚。我给你24小时，让雅茹的菜馆恢复正常，并且你去亲自跟她道歉，否则后果自负。不到半个小时，陈雅茹就打来了电话，声音里充满了惊喜。傅先生，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刚才检查的人又来了，说是搞错了，还给我道了歉，说可以马上恢复营业了。那就好，我松了口气。傅先生，这次谢谢你。陈雅茹的声音里充满了感激。挂了电话，我看着窗外，眼神一点点变冷。夏婉晴，这是最后一次，再有下次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夏婉晴，这是最后一次，再有下次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然而我还是低估了他的执念。第二天，一个爆炸性的新闻登上了各大财经媒体的头条，下面还配着几张偷拍的照片。我看着这些颠倒黑白的新闻，气得浑身发抖。你这是在逼我！我的手机快被打爆了，各路媒体、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甚至连我那远在国外潇洒的父母都打来了越洋电话。儿子，怎么回事？你什么时候跟夏家那丫头又搞到一起了？还搞出个孩子来？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安抚好我妈，我又接到了贺少轩的电话。我天，思年哥，夏婉晴这女人疯了吧？她这是要干嘛？逼婚吗？他想得美。挂了电话，我看着那些越传越离谱的新闻，我拿出另一部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喂，是我。老板，您终于想起我了。他是我的头号心腹，也是我商业帝国的实际掌舵人霍颖，一个在华尔街被称为资本屠夫的男人。这几年，他帮我把资产翻了10倍不止，其体量是沈氏集团的数倍，这也是我一直隐藏的底牌。老板，有什么吩咐？夏氏集团，听说过吗？当然，最近风头正盛的一家公司。怎么，老板对他有兴趣？我看着窗外，淡淡的说：“给你3天时间，我要让他从 A 股市场上彻底消失。”是，老板。保证完成任务。挂了电话，我揉了揉眉心，本来不想把事情做得这么绝，但夏婉晴是你逼我的。做完这一切，我才想起来，这件事里还有一个无辜的受害者陈雅茹。我立刻给她打了个电话，电话接通了，但那边却很安静。雅茹，我试探着叫了一声：“傅先生。”她的声音很低，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鼻音。她哭了，我的心猛地一揪。对不起，这件事是因我而起，把你牵扯进来。不关宝的事，我只是有点难过。那些……别看那些新闻，都是胡说八道。你相信我。我很快就会解决这一切。我相信你。他轻轻地说，这句话像一股暖流淌过我的心田。在这个所有人都质疑我、看我笑话的时候，只有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相信我。等这件事结束了，我可以追你吗？电话那头陷入了长久的沉默。就在我以为他要拒绝的时候，好。银行断贷，合作伙伴解约，高管离职，墙倒众人推，曾经不可一世的夏氏帝国，顷刻间土崩瓦解。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正悠闲地在家里陪着女儿玩乐高。爸爸，这个楼房为什么会倒呀？冉冉指着被他推倒的积木，好奇地问：“因为它的地基不稳。”冉冉记住，不管建多高的楼，地基永远是最重要的。就像夏氏集团看起来光鲜亮丽，但内部早已腐朽不堪。我只是轻轻地推了一把，它就自己倒。第4天早上，夏婉晴来了。是你做的，对不对？我没有否认。为什么？他看着我，眼泪毫无征兆地流了下来。傅思年，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就算你恨我，你也不能毁了夏氏，那是我爷爷一辈子的心血。我给过你机会了，是你自己一步步把夏氏推向了深渊。我只是想见见冉冉，我错了吗？你没错，你只是太自私了。你从来没有真正考虑过冉冉的感受，你只想着满足你那可怜的母爱。你打着爱她的旗号，却做着伤害她和她身边所有人的事。夏婉晴，你爱的人从来都只有你自己。这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就在这时，冉冉从房间里跑了出来。她看到瘫在地上痛哭的夏婉晴，愣了一下，然后跑到我身边。爸爸，那个阿姨又来了。夏婉晴听到冉冉的声音，猛地抬起头。冉冉，我是妈妈。冉冉被她吓坏了。别再吓唬我的女儿，在你学会怎么做一个母亲之前，你没有资格见她。门外传来夏婉晴绝望的哭喊声。夏氏集团破产，听说他那个蛇蝎心肠的继母卷走了夏家最后一点家当跑路了。这些消息都是霍颖告诉我。我听完只是淡淡的了一声。这一切都与我无关了。我的生活回到了正轨，每天陪着冉冉，给她做饭，送她上学，陪她玩耍。我开始学着做一个真正的父亲。而我和陈雅茹的感情也在迅速升温。她是个很温柔、很善良的女孩。她从不问我关于夏婉晴的任何事，只是默默地陪在我身边，用她的方式治愈着我。她会给我做我最爱吃的松鼠桂鱼，她会陪着冉冉一起画画，一起做游戏。冉冉也越来越喜欢她。每当看到他们2个笑语嫣然的样子，我都会觉得这大概就是幸福。我带着冉冉去陈雅茹的菜馆吃饭，菜馆的生意比以前更好。我们正吃着，一个服务员突然走过来，陈雅茹愣了一下我的手，顿了一下。
陈雅茹也下意识地看了我一眼，我淡淡的说：“让她进来吧。”几分钟后，夏婉晴走了进来。雅茹，好久不见。你们认识？我们是大学同学，还是一个宿舍的。这世界还真是小。你找我有事吗？我是来应聘的。夏婉晴低下头，声音很小。我看到你们店在招服务员，我想试试。我什么都可以做，洗碗、拖地都可以。陈雅茹愣住了，我也愣住了。陈雅茹看着他，心软了。她看向我，眼神里带着询问。我微微点了点头。你明天来上班吧。夏婉晴感激的连连道谢。他的目光忍不住飘向冉冉，冉冉正小口小口地吃着陈雅茹给他加的虾仁，但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深深地看了冉冉一眼，然后转身离开了。从那天起，夏婉晴就成了陈雅茹餐厅里的一名服务员。她真的很卖力，什么脏活累活都抢着干。她不再是那个冰山总裁，只是一个为了生计奔波的普通人。她很少说话，总是默默地做事。但每次我带冉冉去餐厅，她的目光总会不自觉地追随着冉冉。她会偷偷地在冉冉的果汁里多加一块糖。她会在冉冉不小心弄脏衣服的时候，第一时间拿来湿巾。她做的小心翼翼，生怕被我发现。这天是冉冉的5岁生日，我包下了整个游乐场，为她举办了一个盛大的生日派对。陈雅茹亲手为她做了一公主城堡蛋糕，贺少轩夫妇也从国外赶了回来。我的干女儿，想死干爹了！我看着这热闹的景象，脸上不自觉地露出了笑容。爸爸，我今天好开心。爸爸也开心。派对结束，我带着冉冉和陈雅茹准备回家。在游乐场的出口，我们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冉冉从我怀里探出头：“阿姨，你也是来给我过生日的吗？”是，阿姨祝你生日快乐。谢谢阿姨，但是我的生日愿望已经实现了。是什么？我的愿望就是希望爸爸和雅茹妈妈永远在一起。他终于明白，有些东西错过就再也回不来了。我看着他的背，一切都结束。1年后，我向陈雅茹求婚了。婚礼那天，冉冉穿着一身白色的小纱裙，当我们的花童；贺少轩当我的伴郎，哭得比我还凶。我养了4年的白菜，就这么让你拱了？傅斯年，祝你幸福，也祝你能找到自己的幸福。我已经找到了。我在一个山村里当老师。挂了电话，我看着身边笑靥如花的陈雅茹和在草地上追逐蝴蝶的冉冉，心里一片安宁。